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大家欢迎来到米娅的塔罗频道。我们今天呢要做的主题是你什么愿望要实现了？好，第一组的朋友，恭喜你们哦！你们对应到的能量是月光石，大家可以听一下符不符合你现在的状态哦。月光石这张牌对应到的是顶轮，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现在正处于一个灵魂大幅度要跨越的时期哦。如果说你过去1-2个礼拜内，你感觉到有一种对于现况不满足，但这种不满足并不是说只是纯粹负面的抱怨，而是你真的想要去做一点什么，或是你有一些新的点子，或是你自己觉得说我的人生不该就只是如此的一些想法，你还有更想要去做或是想要去探索的新的方向。好，如果你内心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这个就是你的频率。那月光石这一张牌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预感来临。第一组的朋友，这个预感是你自己其实也说不上来，但是你感觉到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你又不敢跟别人讲，因为你害怕是不是我自己想太多或是太乐观哦。好，其实这张牌顶轮它代表的是接收讯息的一个能力哦，也就是说第三组的朋友第一组的朋友，也许你最近会去做一些特别的梦，或是你有时候会回想到过去的一些状态，或是你突然很想要安静，很想要独处，这种状态并不是一个低潮的状态，而是你的意识正在从3维的线性时间慢慢的切换到4维的一个可能性的时间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接近
的这个愿望，并不是靠拼命努力得来的，而是靠对齐而得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内心有一种感觉，就是快要懂一些事情了，快要领悟一些事情了。好，那你们如果最近仔细留意的话，可能会频繁的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天使数字的，比如说111或者是2222，因为大家的顶轮其实已经开启了。顶轮开启之后啊，你就可以自然而然接收到来自宇宙的一个讯息，同样的宇宙也可以去听到你的一个显化的清单。你们要实现的这个愿望啊，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生命层次的翻转，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愿望而已。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已经不再满足于那种小情小爱啊，或是我仅仅只是想要生存的这种愿望。你们的灵魂真的渴望一种更高频的生活方式。有些朋友，你甚至是对灵性、对于心理学产生强烈的兴趣。这张牌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宇宙跟你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通道啊，已经对齐了，已经连接好了。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能量。好的，如果是你们的能量，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我们要装饰这个神庙，这个圣殿哦。当愿望从高维下载之后啊，它真的需要一个优质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呢？这个容器就是你本人哦。也就是说，这张牌其实它强调的是自我的爱护、装点跟美化。在未来的2到3周内，我觉得大家会收到一个有关于自我价值提升的一个具体的好消息，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称赞，哇，你变美了，变漂亮了，或者说你实际看到你外在身形的一个改变，或是遇到一个可以让你更健康的机会，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有自信的一个场合等等的。看见这张牌啊，它会让大家开始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能量场哦。你们可能会开始想要整理居家的环境，有些人你会想要去改变你的穿衣风格，会是开始调整你的健康饮食哦。因为你正在告诉整个宇宙说，我已经准备好要优雅的承载这份丰盛了。好，这也代表某一种仪式感的觉醒哦。你们可能会有一种仪式感的方式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就像呵护神庙一样，呵护自己的身体跟你所在的空间。好，这个大家你们愿望实现的路径呢，它是通过你提升自我满足感来拉动外在的丰盛。也就是说，你会先开始觉得你自己配得上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具体而为的就会实现在你的外在的世界中，就会显化在你外在的世界中。也就是说，大家我们要先做的事情就是照顾你的身体，照顾你的生活，照顾你的日常，因为这些就是你显化的神殿，所以你需要把自己真的当成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你需要去在意自己的睡眠、饮食、你的情绪边界、你的生活节奏，不要再去勉强自己去迎合谁，因为你要告诉宇宙说，你准备好去承接更好的状态了。当你的神殿、你的身体被整理好之后，你要的东西它才会进得来，而且它才留得住。哇哦，很棒的一个提醒哦。接下来我们出现的是 Grace 恩典这张牌哦。这张牌是纯粹的心轮的能量牌哦。这张牌一出现，代表说你的愿望已经进入到一个宇宙帮助你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说，未来45天之内，大家会体验到一种很顺遂的感觉，不费吹灰之力，很轻松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恩典哦。
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会习惯去透过竞争或是挣扎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这张牌提醒你哦，这次的愿望成真，它是来自宇宙的礼物，所以并不是你需要去竞争或是很辛苦得来的。那你得到的好消息可能跟财务或是人际关系有关哦，比如说原本你以为会被刁难的事情，现在是就是轻松的被放行了，或者是说某一个你觉得需要花大钱才能够得到的资讯或是解决的麻烦，现在有人主动的伸出手要帮忙你。这个恩典呢，它是一种慈悲的流动，所以他希望你可以放下过度努力的防备心，张开你的双手去承接哦。我觉得大家慢慢最近会开始感到你的心轮当中有一股暖流，或者是你突然很想要感谢生命中的一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就是恩典在进行的一个证明，因为你们的愿望已经被宇宙盖章了，许可了，而且它正在以一个最温柔、最不伤害大家的方式，很缓慢、很坚定的向你靠近。所以请记住，你的愿望并不是靠你一个人完成的，而是你发现有某一种力量，它刚刚好接住你，刚刚好在帮助你。一个突然出现的人，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机会，一个你刚好听到的很关键的话，或是一个你突然想通的瞬间。好，这些呢不是偶然哦，都是大家你过去曾经付出的真心善意，或者是你的努力。好，你过去种下的这些种子，在这个时间点被宇宙整理放大，然后送到你手上，所以大家不用不好意思接受，因为这个恩典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好，我们来看到下面的牌，这张牌是这个岩兰草，它代表着修复的能量、安抚的能量哦，它也触及了我们能量的根基，我们的海底轮。好，那岩兰草啊，它的这种根系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它象征着这种深入骨髓的一种清理的状态。那这张牌为什么要出现呢？因为愿望在显化之前啊，宇宙要帮大家做一次灵魂的大扫除。在未来的2个月内，你会发现哇，你自己长期以来的这种恐惧跟焦虑感正在消失。比如说呢，你对于金钱的匮乏或是生存的恐惧会得到一次性的疗愈。有的朋友则是你对于爱情的这种不安跟害怕会被疗愈，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觉得能够彻底安心的人，或者是获得一份长久稳定的契约哦。这个岩兰草它的能量绝对是要来修复大家过往曾经在生命当中失败所留下的阴影，所以你们接下来在追求你想要你的愿望的时候，不会再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觉得我又失败了怎么办，过去这个阴影不会再困扰你。所以这张牌它有一种重新再扎根的能量哦，你们的能量场会慢慢的更加的沉稳。这段期间呢，也请大家多多接触大地，或是你们可以亲手的去种植植物，因为这个能够帮助你把上一个阶段接收到的恩典实质的锁在物质界。当大家的海底轮稳固之后，后续的丰盛它就能够长久的留存，而不是昙花一现。所以你们要相信你的安全感正在回来，你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那种比如说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很担心很动摇。我看见你们的恐惧完全的被安抚，你们已经不是那种漂浮在空中没有根的感觉，而是真正的开始扎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哦。好，我们看到下面的牌，哇 Winter Green 冬青树。好，这张冬青树啊，它跟眉心轮的能量它有高度的相关哦，它代表的是一种好像寒冬之后的觉醒的洞见跟智慧。在未来的60天内啊，宇宙会带领大家进行一次这个
视野的排毒。什么是视野的排毒呢？就是你会突然看清楚某一个拖累你很久的人事物的真相，而且大家能够毫无眷恋的放手。这个呢，是为了让你们去迎接即将来临的这个大好运。那在灵性的时间线上啊，冬青它代表的是一种清晰感，也就是说大家你们这个智慧被开了，你不会再被甜言蜜语所欺骗，也不会再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这种洞见会直接帮助你在执行这些愿望或是计划的时候，你可以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大家知道冬青树它在很寒冷的时候依然是保持它的翠绿，代表说其实我觉得大家虽然表面上是放手，可是这个放手背后它是有一个很深层的智慧，而且隐含着你们本身极强的生命的意志。这个阶段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放手是一个去无存精的阶段你放下越多，愿望显化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大家不会再被旧有的沉重的包袱所拖累。这张牌是一个彻底释放的牌，你们不需要用力，只需要释放跟放下，甚至是放下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才算是成功的这些标准。当你愿意松手的话，新的时间线才会展开。在这个时刻，你们不需要多去证明什么，因为你们的愿望它就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好的，下一张牌，大家你们看到了吗？下一张牌，哇好运的化身，这张牌是锦鲤，最吉祥的锦鲤。锦鲤代表丰盛的流动。在未来的3个月，大约3个月内，大家的愿望会进入到实质的收获期锦鲤它象征着好运，还有什么？还有财富的累积。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你可能看到你的投资哇，翻倍再翻倍，或是你的专业技能为你展开意想不到的额外的收入，已经突破了之前的天花板。而且锦鲤它的能量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韧性。我看见大家不会用一种死板的方式去赚钱或是达成愿望，而是你们会靠着顺势而为的方式。你最近可能会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跟水或是跟流动性质相关的机会，如果有的话，请大胆的跟随跟抓住。好，未来3个月会是大家的资源汇聚的时期本来你可能觉得分散的能量，现在会像鱼群一样在你身边聚拢，并且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你们的愿望会从心灵层面走到物质层面，也就是说，你可以实际的看到你的愿望实现显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一张牌它是非常明确的幸运跟好消息，你的整条命运线要被改写了，你的人生已经不再卡在只有一种选项的状态，你们会开始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金钱关系、生活方式，还是你的自我价值。然后刚刚说过嘛，你们的游动的方向很重要，就是顺势而为。锦鲤它并不是逆流硬撑，而是顺着水势去找到那条对它来说最省力、最方便、最有力量、最快到达的路径，也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会接受帮助、接受机会、接受让事情可以变简单的一切可能。好，当大家接受之后，所有的丰盛就在你眼前展开。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田鼠，明确的告诉大家会有成功成功写在牌面上 Success。 好，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太阳神经丛的意志的一个展现好，在大约4个月左右大家会迎来一个愿望的具体的这种实体化。你们
得到的好消息非常的具体，有的人你考到了证照，有的人你买下了你想买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或者是说你的作品在市场上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得到热烈的一个回响。这张牌在告诉大家，其实所有的成功都是靠细节累积的一个结果，你们即将迎来梦想成真的一个具体的验证，而且也提醒你们在最后这1公里的专注力，它是关键，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田鼠它也象征着它是一个很富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们的成功它会伴随着长期的物质的安全感，就是这个成功啊，它背后是有底气的，它是有金钱能量在支撑的，你们可以去跟财务焦虑说再见。这个成功非常的具体，你看得见而且摸得着，你的成功是会完全在物质世界被认可被显现。好，而且田鼠啊，它是一种就是不会很高调，不会很张扬，但是它每天都会去储存它需要的东西，而且它能够活下来，并且活得很好。我看见你们过去长期的累积会被看见，你们的成功会非常的实在，这是3维世界实际的成功性，而且大家已经走到了这个收成的位置。好，我们来看到下面的牌Default。 好，这张牌啊是有关于奉献的一张牌哦。它在讲什么呢？这张牌代表说，其实在愿望实现之后，大家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状态，这个状态有点像是你会全心全意全然的投入到某件事情当中，或是某一个情境当中。在未来的半年内啊，你们实现愿望之后，实现了这个愿望，它会带领你进入到一个更高阶的社交圈，或者是职涯的领域，或者是一个你梦想中的生活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真的不只是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为了利益自己。你发现你是能够影响别人，你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这个会为你带来一种灵魂的满足感。因为啊，你跟你的愿望已经合而为一了，你不再是为了达成目标而去达成这个目标，你本身已经活成了那个成功的样貌。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对于生命有一种很奉献式的热爱，或是对于未来有很这种热情的一个期待。这个就是奉献这张牌能量在运作。大家你实现的这个愿望会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光芒，而且这个成功啊，它会为你带来极大的一个社会的尊重、名声，还有内心的平静，所以它是十分有厚度的一个成就。我看见你们愿意为了它去付出生命能量，你们也活出这个成就，这个愿望本身。我看见你们的五维的时间线正在打开，你们已经有点像是找到了你人生的一个志业，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到达了某一种高度，你不再好像为了赚钱而去做某件事情，反而是我的财富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了，我就做我热爱的事情，有没有金钱的回馈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这样子的能量哦。好，我们最后一张结尾的牌 Serenity。 好，这张牌啊代表大家的神话之旅最终达到了一个安定。好，你们的海底轮跟顶轮完全的和谐哦。你们的生活啊大丰收之后会进入一个平安的时期哦，所有的动荡、竞争还有焦虑都会彻底的远离大家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牌是白兔跟和平鸽，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无忧无虑的自由哦。还有一种有些朋友可能是你功成名就之后啊，就有点像是不是这么的想要被大家知道，隐逸，有一种低调的感觉，或者是你享受一个极度高品质的休闲生活。这一次愿望的实现带给你的不单只是翻转跟名利，而是那一种这个世界
很大，但是你在你的这个地方，你的内心是无比的安定的，并不是说什么诱惑一来，你的心里就被好像就起了一些涟漪跟动荡。因为我觉得你们其实也看过很多，也达到了某一种程度跟高度，也就是说你不会再被这些诱惑的言语、名声去扰乱你内心的平静跟安定。你们已经坐在这份成就之上，在窗外你们可能会有自己亲手装点的圣殿跟你的花园。你们最终会回归灵魂最深处的一种宁静感，以及对于人生的主控权。有很多东西或是这个繁华的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说并不是可不可以去拿到，而是就算你知道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去买下这个东西，或是得到这个体验，你也不见得需要，因为你已经不需要靠外在的这个刺激或是物质来满足你的内心哦。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你已经走到一个宁静的阶段，你的内在已经不再吵闹跟喧嚣，你们解决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困境了，它不只是钱关系工作的方向，而是你解决的是一种长期存在于大家身体的状态，那些焦虑、担心，那些过度的期待，或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拉扯感，完完全全的都被驱离了，都离开你了。就像画面中的这个兔子一样，它坐得非常的稳，它没有逃跑，它也没有缩起来，它只是静静的在享受当下。旁边美丽的花朵正在盛开绽放，代表事情正在流动跟发生。上方的鸟代表机会讯息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大家其实你们是在一个对的节奏当中了，你们不用再紧盯着结果会不会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你们不需要再用三维世界的控制，而是你们可以进入到四维世界的中的这个信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你们会获得全然的一个平静。回归心灵的宁静是大家最后的一个祝福哦，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好，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了。刚刚说过第1组的朋友，其实你们的验证牌代表说这当中应该有人是对于灵性或是对于显化法则是感兴趣的。那我觉得第1组的朋友这当中有一部分的人蛮适合上塔罗课程的，你们可以参考看看这门课程哦。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大家的愿望要实现了，属于大家的奇迹时刻。首先呢是第2组的验证牌你们的能量是翡翠跟水晶我们这边还看到漂亮的隐隐落线的一个彩虹这张牌讲的是一个觉知灵魂的清醒的时刻，也就是说我看见你们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组的朋友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属于那种体面的，然后会维持一种稳定的 EQ 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在外表现是情绪稳定，会给人家留下好印象的这样子的人格。好，可是呢你久而久之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说好，那你都在照顾别人的情绪，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谁来照顾你呢？特别是明明这个世界你可能会觉得有很多不是这么的善意或是体贴的人，那如果你只是你在付出这些善意或是体贴的话，好像都是你自己一直在被消耗，因为你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一个你给对方一个善意就会得到善意的一个回应跟回馈的形式。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慢慢的想要去厘清跟看清楚一些事情
那牌面上中央有翡翠的这个原石哦，它象征着心灵的财富跟疗愈。水星本身代表沟通、思维跟讯息的流动，也就是说，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啊，你们可能会感觉到困惑，你为什么要这样，或是受困于某一种循环，或是有一种很想要突破的感觉。你可能觉得自己总是在重复相同的模式或是错误，但是现在觉知这张牌出现了，代表说大家已经找到了一个关键的钥匙。你们可能开始可以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生活，就是它是一种属于神性的视角。这个神性的视角帮助你不再被情绪所左右。然后这张牌的水晶的能量，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它正在修复你的心轮。你们会意识到，其实你自己是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的。同时啊，水星的能量赋予大家清晰的逻辑，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加上一些零散的直觉，去拼凑出完整的计划。你们的愿望会实现，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因为你们的内在频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看穿了那些阻碍你的假象。现在的你啊，其实灵魂深处充满了通透的光芒，它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开端。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过去一直在等待一个对的时机，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把某件事情说出口，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在心里模拟说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比较好，如果我那样做会不会改变整个局面。好，你们呢心中所期望的想了这个事情，心心念念的这个愿望，它已经要成型了，已经要实现了。这张牌啊，其实显现出来是你过去对于某件事情，其实你已经想够了，你已经就是有点想太多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你们要从一个觉知你们要进入到一个觉知的状态，就是你会从反复思考走向你实际的应该要怎么做，你知道要怎么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在三维的时间线中，你可能还不确定还不知道，但是到了四维的时间线，你会觉得好，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只差一个讯号我就可以开始了。到了五维的时间线，事情会自然而然推着大家往前走。现在大家可能站在三维跟四维的交界点，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五维的时间线了。这张牌的好消息非常的明确，就是你心里想的这件事情它要实现了。过去你烦恼很久或是计划很久的某一个愿望，期待很久的某一个愿望，它要实现了，你的烦恼要被解决了，障碍要被移除了，这个好运将要来到，祝大家一臂之力。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这张牌是大象，非常接地气的一张牌哦。这张牌是帮助大家让你的梦想可以在物质世界中去扎根哦。因为大象啊，它代表的是一种不可撼动的稳定的感觉哦。在愿望显化的过程中啊，这张牌呢代表着，好，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心中有关金钱、安全感、物质或是某一些家族传承的这种愿望即将要落实跟落地了。大象它在自然界中，它是智慧跟力量的象征哦，它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踏实。也就是说，大家请相信，你们的愿望不再是空中楼阁，它会被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哦。还有，如果有些朋友你之前的愿望是关于房地产或是这种稳定的财务的收入，或是你希望家庭的关系可以得到修复，或是这个家族的力量可以稳固的话，大象牌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征兆，它代表的是大地的恩赐。这种能量啊，它可能进展的有点缓慢，不是很急促，不是很快的，但是它一旦进行，它就有一个不可逆的特质。一旦大象的力量进入到大家的生活中，这种稳定感会是长期的
持续下去的。你们不再需要像惊弓之鸟一样去担心未来的变数，因为大家正在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呢，拥有非常深厚的根基。还有这个大象也象征着长远的计划，也就是说你从过去到现在所努力的事情，将会为你未来的3年、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打下基础。这绝对是一张有关于你们的丰盛，有关于你们的想要去守护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情的这样子的愿望会实现。你会感觉到自己有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它并不是一个胡乱攻击别人的强大，而是一种你知道你能够去扛得起这一切的一种自信。因为大地之母正在为第二组的朋友提供源源不绝的补给，你们的能量会让你在物质世界中去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且能够去庇护到其他人。这张牌它是非常的有重量、有根、有现实的支撑点。同时大象它也承载着许多事的记忆，它能够走得很远。其实这个结果你们即将要迎来的这个好消息，这个结果，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内在早就有想过了，早就有准备了，早就有期待了。现在呢，非常的踏实，这个愿望要落地了。这张牌也连接到海底轮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的海底轮一旦稳定，这个是你们所想要的这件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在实际现实的世界，而且它是一个你真的可以去接住的结果。大象牌要大家继续的稳住现在的生活节奏，去照顾你的身体，把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小事情都把它完成做好，规律你的作息。这一些呢，也许你觉得好像跟愿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实它就是在铺垫，它就是在为你愿望实现去做一个铺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Commit， 这张牌是承诺。哇，这张牌是一个很美丽的舞者还有一种舞动的感觉好，这张牌我看到这个背景是非常梦幻的。画面中的这个舞者，他的姿态达到了一个体能的极致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些朋友你们的才华、你们的志业，或者说如果你心中有期待某一种灵魂契合的这种关系的话，这样子相关的愿望它正处于显化的关键点。就是说你的才华、你的志业会被看见，你期待的关系会来到，你们终于找到一个你愿意全然去付出、全然投入的这个全然有热情的这个目标这个时候承诺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勉强的被迫的压力，而是自然而然的灵魂的渴望。我看见你们会对某件事情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个时候你的能量会瞬间从一个比较散乱的状态转变成聚焦的雷射光如果大家你一直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觉得事情好像没有办法持久，或者是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热情所在，那这张牌告诉大家其实你们已经快要找到，或者有些朋友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而且你找到之后呢，你会愿意为这件事情这个志业去付出一切，有点像是你们的天命。或者有些朋友你找到一段你想要付出你的热情的一段关系，一段连结。好，这在关系中这张牌它也有代表一种深刻契约的达成，就是你跟某个人达成了一个契约，长久走下去的契约。那在事业当中，我觉得这个能量是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需要高度专注还有高度专业的一个阶段，而且呢，你们在这个阶段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会像这个舞者一样非常的优雅，但这个优雅前面它其实是经历过很多次
日日夜夜的磨练，最后他才能够跳出这样子绝美的舞步。而你们第二组的朋友也会在这种专心专注当中找到前所未有的生命的质感。你会诚实的去面对你内心自我实现的这个愿望。有些朋友则会在你的这个领域像职人一样把它打磨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圆满。同时这张牌你看到这个舞者啊，他是站在高处的，同时他身体又完全的向上延伸，他很像是在迎接某一个更大的力量。他其实现在也正在对齐更高的时间线。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在你还没有开口之前，看见这个舞者的行动已经帮你先答应了未来的命运，未来的好运。你们接下来会进入到4维的时间线，你开始信任整个流程。在5维的时间线当中，你会把自己放在事情即将要发生、事情会发生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这张牌它是4维到4维跨越到5维的第一步。你们已经停止去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你们已经活在一个你实现愿望的这个状态，并且全心的投入在里面。好，这张牌同时启动的是太阳神经丛还有顶轮之间的一个对齐，也就是说你们并不是盲目在乱冲乱投入，而是你的内在已经完成了整合哦。好，看一下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我们进入到了伸展跟扩张的能量哦。这个真的是超越大家想象的无限的可能哦，这是有关于跨越边界的能量。如果说前面的牌有点像在帮我们打基础或是建立专注的话，那我觉得这张牌它就真的是一个飞跃的能量哦。好，就像画面中这个人，他非常优雅，然后还嘴角带着微笑，他的身体如同流星一般划破这个黑暗。也就是说，这组朋友，你们心中啊，关于成长、关于旅行、关于拓展视野、关于升迁，好，这样子类似的状况的愿望即将实现哦。你们的灵魂正在呐喊，需要更多的空间。这个实现的愿望，它实现的状态跟程度、阶层、层级还有影响力会比大家原本祈求的还要大。比如说呢，你原本可能只希望说我生活顺遂就好，可是宇宙会让你把你推入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或者是说去突破你原有的天花板，原有的这个天花板消失了，大家会感受会体验到一种边界被打破的快感。比如说如果你曾经觉得现在有点被困住的感觉，被现在的这个社交圈、职位或是现有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困住了的话，我觉得这张牌的扩张的能量，它会像龙卷风一样，将所有旧有的限制一扫而空。同时这张牌也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也就是跨领域的成功哦。第二组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现在开始敢去尝试一些原本不擅长或是不敢尝试的事情，而且你去尝试之后，做起来其实是可以的，其实是顺畅的。好，这样子的状况会让你获得自信，甚至有一种重获新生的能量。你的财富、你的影响力、你的见识都会以一种指数型增长的方式在扩张，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准备好，因为这股能量非常非常的快，你需要保持灵活，就像这个流星一样，请你带着这个光芒勇往直前。我看见你们正在从小我的格局去跨入大我的宇宙。好，之前的愿望卡住了，是因为你给它的空间太小了，现在我们要去承接更大的版本，我们被推向更大的一个轨道。好，这张牌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兴奋，你其实会比你原先想象的你自己，还有你原先想象的这个愿望还要再更大一点。同时你们也正在离开3维的舒适区，进入到就像这张牌一样，你会进入到5维的状态，你会成为正在扩张的这个人。好，我看见你们的能量自然而然的长大了，
当你开始扩张的时候，命运会把更大的礼物交到你手上。你现在所遇到这些压力、变动跟加速感，它并不是阻碍，而是你的配套升级了。就像在容器变大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拉扯感，所以不要害怕，因为你的愿望本来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你。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回乡哦。这一张牌啊，代表着表达，还有沟通，还有社交的影响力。好，你们这个社交的影响力，还有你表达说出的话，会被扩散，会被听见，会被相信。好，这张牌啊，回乡哦，它是用来去增强你的清晰感跟勇气哦。那这张牌出现在这个位置，代表说，好，你们的喉轮正在开启了，你们掌握了语言的力量。它可能是有关于一场非常成功的公开的演讲，或是一本书的出版，或是有些朋友是在关系中勇敢说出自己的底线，或是在这个争执的状态中勇敢的去捍卫自己的立场哦。茴香啊，它很纤细，但是它的枝叶充满了韧性。这张牌象征着智慧跟自我表达的一个结合哦。如果大家过去曾经有那种被误解啊、被忽视，或是你在人群当中不是这么敢去发言说话的话，这个回乡的能量会彻底的反转大家过去的一个处境哦。你会发现你自己说的话开始具备很强的显化力。当大家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图的时候，周围你想要的资源也会自然而然的汇集到你的身边。同时啊，这张牌也代表着大家你们会在群体中被认可。你说的话、你的想法、你的计划、你的提案会像种子一样散播在别人的心田中，并且发芽。也就是说呢，你们会被看见，会被听见，会被尊重。你们不再只是安静的旁观者，你会成为那个定义游戏规则，还有去引导整个对话的人。同时，我觉得你们的表达十分的带有疗愈的力量，你能够成就你自己，也能够启发别人哦。只要你一开口，局面就会松动。只要你一开口，事情就会加速。只要你一开口，真相就会浮现出来。好，喉轮啊，它的核心是真诚。当喉轮打开的时候，愿望才会找到正确的出口。如果你最近感觉到你非常想要把某些事情讲清楚，这个并不是偶然哦，这是大家喉轮的能量正在打开。同时，茴香的智慧能量，它是智慧之火嘛，它也会帮助大家可以把事情有智慧的、清晰的去表达很清楚。所以呢，接下来大家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会出现，比如说一次很关键的谈话，或是某一个需要你表态的时刻，或者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关系或是合作的机会，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互动中取得最大的成功跟胜利。当大家说出你真实的需求的话，命运就会调整坐标。当你的真心话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它会动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接下来是 Juniper 杜松哦。杜松呢，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这种进化的植物，它也是有很强大的守护的力量。好，也就是说，大家你的心理健康、你的内在的和平啊，正在被宇宙所守护着。当我们再去追求愿望的实现或是外在的成功的时候，可能你的内心啊会有很多的自我恐惧或是怀疑不断的在累积。但是呢，杜松它出现了，代表说大家你们的人生要迎来一场深刻的心灵大扫除。好，你们会获得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
要一个人完全的接纳自己的阴暗面，接纳自己的瑕疵或是脆弱的时候，才能够建立起的一种无敌的能量哦。当你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啊，其实外在的攻击就完全没有办法伤害你，因为你们正在学会建立或是已经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边界。如果你之前很容易受到别人负能量的影响，或是你总是对未来感到很焦虑的话，这张牌的能量它会帮助你建构一道金色的防护罩。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很恐惧的事情啊，现在已经变得不再可怕了。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你内心真正的自信就会生长。所以呢，它是一张我觉得有关于自我救赎的牌。你们已经不再需要向外在寻求肯定，你已经长成了自己的堡垒，因为你有一种深层的自我理解、自我接纳，还有自己爱惜自己的能量。这个能量是所有丰盛显化的一个基石，你们会以一种最纯粹、最通透的状态去迎接接下来的所有的好运。这张牌呢，它也连接到了海底轮跟太阳神经丛哦。海底轮是安全感，太阳神经丛是有关于自信，还有你的意志。当这两个能量稳定之后啊，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就不会因为外界的风声或是风吹草动而感到害怕或是动摇。你们会站得住脚，你们会非常有自信，还有这个宇宙刚刚说过帮你们要净化，有的时候净化有点像是驱魔，不仅是驱外界的这些小人哦，还有清除你心里的一些这个魔，就是怀疑你自己的声音。当你不再相信那个批判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整个时间线会立刻的改变。好，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接下来看到的是 influence 影响力哦，哇，你们即将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们会成为宇宙的合伙人。大家看到这张牌哦，牌面上由月相环绕着太阳，象征着周期、律动跟自然的引力。所以呢，大家你们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愿望要实现了，这个愿望是有关于权力、地位、领导欲或是一个掌控的能量哦。这个影响力它并不是一种高压的统治，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智慧。就是说你们学会了掌握生活的节奏，你们知道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而且你们的姿态是很优雅、很愉悦、不急不徐的。你跟宇宙的规律跟月亮的盈缺同步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事情变得真的非常的顺利。不知不觉大家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哦。这个影响力源自于大家内在的一种很自在的平衡感，所以你周遭的人会很自然的想要听你的意见，很自然的被你吸引，或者是很自然的想要去跟随你。你们会在某个事业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或是在某个领域成为标杆人物。你们会达到那个以前所渴望的境界，你们不再只是追着机会跑的人，你们反而会成为那个引力的中心。机会、人脉、财富就会像月亮环绕地球一样，自然而然的围绕着大家哦。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是下棋的人，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影响周围世界的运转所以这张牌代表说大家已经站在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间线，你的每一步路、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整个局势。好，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张牌，是有关于健康的 health 牌。这一张牌是关于大家身心灵的全方位的一个圆满哦。我觉得这张牌作为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收尾能量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我们看到贝壳
它呵护着中间的这个珍珠，这个珍珠就像漂亮的花朵一样。好，旁边呢也有花朵茂盛的在盛开，代表说大家你们所有祈求的愿望都会变成是一种全方位的圆满。很多人呢可能实现了事业的愿望，最后却失去了健康，或是拥有了财富却失去了快乐或是关系。但是这一组你们的牌预示着你们最终达到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圆满跟平衡的丰盛，也就是说你们获得的是一个各方面圆圆满满的一个能量，而且它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幸福。你的身体会感觉到充满活力，你的情绪会是很平静的，大家的灵魂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它是一种有丰盛的愉悦感，而且你们拥有很多的资源，这个资源是你的精神体力、你的金钱，还有你内在的爱。你拥有这些资源不但已经足够自己使用，而且它还多出来、满溢出来，它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那这张牌也代表了一种整体状态的一个回复你整个人的状况正在回来，你们内心的安全感达到了极致的状态。贝壳它代表了保护，也就是说你们的成就、你的家庭跟你的健康都会处在一种被守护、被保护的状况，不需要风吹日晒雨打。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真的是很美好、很漂亮的一个祝福。你们已经从过去的消耗的状态走到丰盛圆满的一个状态了，你们不需要再更加的努力去做一些什么。花朵本身就象征着复原、循环跟生机，还有贝壳它象征着保护跟孕育，所以大家你们整个人的状态会是一个整个生活品质的全面的提升跟跳跃，全面的升级所以它很像是最终大家达成一种岁月静好，然后精神状态很饱满，健康也非常的平稳平安，然后物质非常的充裕的生活。这个生活会是大家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据点，小小的终点，但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人生新篇章，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开始跟序幕。在这个阶段你的愿望很容易的实现，很容易的达成，你们的睡眠品质很好，你们过上你理想中的生活，而且你们已经走进一个阶段，是不仅你可以去显化你自己的愿望，你也有能力去显化别人愿望的一个阶段你们会更加的尊重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的感受，跟尊重整个宇宙的节奏。我看见你们回到一个世界，你感受到世界对你温柔的状态，而且这个温柔是很稳定的温柔，你们也会把这个温柔的状态持续的分享给周遭的人。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好，以上就是第二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最后也和大家分享一下米娅的塔罗课程，目前已经有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呢你也想要给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或是一个机会，想要利用牌卡来更加的了解自己，或是帮助自己做人生的抉择的话，真的很欢迎加入这门课。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愿望要实现首先第一张是你们的验证牌，这张牌是沙漠碧玉好，这张牌它其实带来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讯息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状态，大家之所以会站在这边其实很多朋友你们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定见。因为沙漠碧玉它是在大自然中历经了千锤百炼，它承受了极端的温差之后形成的一个矿石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在验证大家说，我们心中的这个愿望它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一个冲动，它绝对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甚至你们已经付出了实质努力之后，它实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这组朋友你们内心慢慢的会有一种
尘埃落定的感觉哦。可能外在的世界还在喧闹，或是其他人还在质疑，但是你内心绝对有一个部分，它是像石头一样坚硬。这个部分呢，已经帮你做出了决定。它不仅是一个决心，它更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承诺。还有，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它就是你跟别人拉开差距的一个关键的要点。大家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棕榈树，它长在坚硬的岩石之上，它象征的是一种大家其实你可以靠你的思维模式去在荒芜中创造属于你的天地，创造属于你的繁荣。你们就有这样子的能力，你们可能过去是有很强的一个耐力，大家已经跨越了那个最难的起头的阶段了。你们很像是一个农夫哦，已经把那个最优质的种子埋进土壤里。现在呢，你在等你种出的这个果实发芽，然后最终会长成什么模样。同时啊，这一组朋友，你们过去到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哦，逐渐你会发现到，好，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事情它是独立发生的，大多数的事件啊都跟这个复杂宇宙的其他的部分，它们其实是互为因果或是相互有关联，相互在作用的。所以呢，在这里万事万物彼此联系，同样的，你们过去所种的这个善因，最后也会结出一个好的善果。这张牌我看见你们已经走过最辛苦的那一段路，现在你对于很多的事情你并不想要再妥协了，不管是关于感情、金钱或是工作等等的。我看见你们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的状态，就是说你的内心的这个稳定度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坚强，还要稳定，因为你们是沙漠碧玉，你们真的已经走过撑过那一段最辛苦最难熬的灵魂暗夜的时期。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大家要等着接收好运的时候了。好，这个是第三组的朋友的验证牌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Inspiration。 好，这张牌啊，它是一种很轻盈很活泼的感觉，甚至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惊喜。它是在承接了上一张牌大家的稳定当中去盛开某一种创造力。前面呢，你们的这个验证牌它是一个很扎实稳定的能量哦。那接下来啊，这个灵感啊 Inspiration 这张牌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能量的转换跟衔接哦。如果说第一张沙漠碧玉，它很像是大家脚底下坚实的这个大地，那灵感呢，我觉得很像是在坚实大地上绽放出来的第一朵奇迹的花朵。也就是说，它会为你在整个愿望实现的过程中去注入一种很活泼很灵动的一个气息。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牌的画面啊，这位舞者他在璀璨的星空下尽情的舒展他的身体。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在愿望实现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沉重的很枯燥的，或是一种苦行僧的方式，而是一种我觉得是很有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活泼，有很多的点子，有很多的火花。你们目前呢，可能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转机，或是一个你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解决的方案，而且你心中的灵感会像一道光一样去照亮大家原本以为不可行的，或是以为只能硬碰硬前行的某一个路径。很多人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太过强调决心而整个人变得很僵硬。但是这张牌啊，其实在对大家说，你们可以放松一点，让你的灵魂自然而然的舞动起来。因为灵感的本质是轻盈的，它会出现在你最放松的时刻。当大家已经做好所有现实层面的准备之后，就是第一张牌的这个准备的基础之后啊，现在宇宙要送给大家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它就是要告诉你如何用
更聪明、更优雅的方式去达成你的愿望。它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点子，一个梦境，或者说你在散步的时候啊，在旅行的时候啊，脑海中突然跳出的一个画面。好，这张牌呢，它代表大家频率的全面的提升哦。也就是说啊，你的愿望会变成是一开始可能是你自己告诉自己说，好，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我想要达成这个愿望。现在慢慢的转化成，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愿望正在实现。同时这张牌，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创造力的爆发。如果你本身是这种艺术工作者，或者是你的工作是跟灵感、创意、直觉有关的话，这张牌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载入，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好，因为在前一张牌啊，这个沙漠碧玉稳定的支持下再加上灵感的这一张牌，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会在你们稳定的根基下，让它有落地的可能，就是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有可能去实现。所以这张牌请大家去打开你的感官，去接收那些更高频率的指引。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啊，并不是靠劳动劳力这种纯粹体力活的一个阶段，而是靠着你的这种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就是一个很顺畅跟宇宙共同创作的一个神奇的境界。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这张牌是 Wish。哇，好像两只手在承接这个宇宙给我们的一个灵感，还有宇宙给我们的一个好运。整张牌是非常神圣，然后非常有感染力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中啊，它是两只手，它好像非常虔诚的在捧着这个掌心中有一颗巨大的绽放光芒的八角星。同时啊，周遭也点缀着很多的小小的繁星哦。这张牌的出现是对大家努力的最直接的一个回响哦。它代表说，其实你一直以来挂念在心中，在梦中渴求的那个愿望、那个目标，现在啊正稳稳的降落在大家的双手之间。这张牌是一张显化的牌。显化愿望的达成，它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去索取，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神圣的交接的仪式。大家仔细看一下画面中的这双手，它并不是用力去抓取，而是呈现出一个我来承接的这个姿态。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允许你自己是值得拥有这份美好的，允许你自己接受，允许宇宙让它用最适合的方式将最好的结果呈现在你的面前。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许下愿望之后就会觉得很焦虑，因为我们下意识觉得我们离这个愿望还好遥远，或是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到达。可是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你的愿望就在你的手里，要实现了。掌心中这颗星星，它代表的希望的实现，同时也代表大家的内在神性的光辉。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说你跟你的目标已经达成频率对齐的状态，大家们并不再是黑暗中那个摸索的人，而是你们是站在光芒的中心，准备好要接收果实的人哦。好，再来看一下牌卡，它的背景是深邃的星空。也就是说，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有一颗星星被大家点亮了。这颗星星啊，它代表一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这张牌啊，请大家去保持高度的觉知。你们承接了这颗星星之后，你愿望实现之后，你要如何去运用这份光芒呢？所以这是一张心想事成的牌。你们的愿望要实现了，它是一个真实的，足以照亮你未来的现实哦。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颗八角星的热度正在透过你的掌心传遍全身。这张牌请大家现在就开始去活在一种
愿望已经达成的显化的状态中，因为在能量的维度其实你们的双手已经接住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你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你双手的平稳，跟你心的敞开，带着谦卑跟喜悦去接收这一份礼物。好，同时大家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跟这张牌对应连接，代表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握有某一种关键，这个关键可能是你的能力，可能是你的资源，可能是一个机会，或者是说本来就存在你身上但你还没有重视的某一个天赋。那你们的双手它代表行动，星星在手里，它是一个命运的指引，然后你们愿意去承接这个命运的指引，也就是说愿意去听从宇宙的讯息，这个愿望其实就会对齐你的天赋来到你的身边。有的时候愿望没有实现，并不是宇宙没有给你机会，而是你的内心究竟敢不敢去拿呢？因为当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退缩，因为得到之后你们要去有一些转换，比如说承担更大的责任，或是去承担一个新的身份，或是有一些生活的不一样的改变。那大家你们要准备好去承担了吗？这个愿望落在手中之后带来的所有的转变。你看这个星星在手中发光，代表说你们的愿望是很纯粹的，它是你真心所想要的。当你的愿望本身很纯粹的时候，它的力量也会很稳定。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去相信这件事情，相信你的愿望就在手里，活在愿望已经实现的状态，而不是一边去许愿一边去否定自己。因为当你否定自己的时候，它就是很像是把星星的光灭掉这样子的过程。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张牌Come back to center， 回到我们的中心点。好，我们在经历了这个创意的舞动，还有灵魂的扩张之后我们来到这张编号16的牌，回到中心整张牌的画面是非常壮丽而且神秘的，好像有一个灵魂它蜷缩在发光的圆圈的椭圆的这个核心当中周围环绕着很多这种用光点编织成的星轨。所以大家你们在愿望显化的这个过程我看见你们需要的并不是向外奔跑，而是往内去收敛收拢。前面的灵感其实给大家带来无数的可能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太多的这种可能选择，不知道怎么选，让你的心智有一些散乱。那下一步呢，这张牌出现，它像是一个神圣的校准，告诉你说其实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奇迹最终都源自于你的核心，那个不动的中心好，大家必须要保持内在的定性跟定力。这张牌呢，下方写着16 1加6等于7，所以它是一个关于内省跟真理的数字。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你跟你自己的对话，试着去问问自己说这个愿望实现的背后，你心中最初的那份纯粹的初衷还在吗？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因为太渴望结果而失去了此时此刻现在的一个快乐呢？回到中心，也就是他在提醒大家说要找回大家的一个原始点，一个零点，在这里是没有恐惧，没有焦虑，只有纯粹的一个存在当大家处在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显化力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不再是想要实现那个愿望，而是你本身就已经成为那个愿望了。同时这张牌也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请大家增加一些留白的给自己留白的时间。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留白的时间去跟自己独处，或是冥想，
特别是当你感觉到外在的讯息太多，有太多杂讯的时候，请想一想这张牌，想象自己回到紫色的光中，在这里啊，你们是被保护的，你们是完整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最后调频的阶段哦。当你回到中心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清晰的辨认出哪一些灵感是真的，哪一些只是杂讯。同时，这个蜷缩的姿态，它其实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姿态，就是说像弓，它在射箭之前啊，它要先拉满弓。好，那个瞬间其实会有一种屏息跟静止的这样子的时间，也就是说，很像是我们在牌面中看到这个姿势哦。当你找回了中心，你最后发射出的能量才会精准无误。好，给大家的一个祝福跟提醒哦。下一张牌哦 ，Collaborate。好，这张牌啊是合作三位一体的圣火跟共融的感觉哦。这张牌呢，大家看一下画面中哦，有3个姿态很优雅的女性哦，她们双手高举，掌心相对，在中间呢，她们点燃了一道通往星空的这个三角形的圣火。这张牌非常非常的美妙，它告诉大家说，你们的愿望啊，它自己成长了，已经大到有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独自去承载这个愿望，所以宇宙啊正在为大家去招募队友，要展开一场共同的创造。可能你跟你的队友，你们是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点子、共同的一个信念的。好，那到了这一步啊，你的愿望其实它会需要更多人的温度来催化，有可能是一项新的商业合作，或者说一段互补的关系，或是某一个贵人的出现哦。这张牌提醒大家，你们不要试图去当一个很孤独的英雄，你们的力量很精准，但是集体的力量会让这个奇迹扩大。当3个人的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呢产生了那道白光，这个三角形的圣火，它代表的是1+1+1，远大于3的一个加成效应。好，下面呢38号牌，3+8等于11，11呢它是一个大师的数字，它代表着灵性的觉醒，还有一个桥梁的连接。也就是说，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能量，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合作跟交换，更是灵魂层面的契合。大家吸引而来的这个关系，还有合作伙伴，它会像镜子一样去映照出你们的长处，并且去补足你的短板，截长补短。同时，这张牌也请大家去表现出你的信任，还有一些沟通上要更加的透明。当你愿意把自己的愿望分享出去，而且也去倾听别人给你的一些回馈跟建议的时候，这一道象征显化的圣火，它会越烧越旺。同时这张牌的画面也是非常和谐的。在愿望实现的这个过程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沟通协调或是让步的时刻，大家看，但是大家要记得，像是这张牌中这3个人的表情，他们是非常喜悦，而且非常平等的在庆祝，所以这个并不是一种竞争或是博弈，谁要去压制谁，或是谁要去听从谁的，这更像是一场大家各司其职的舞蹈，他们是平等的合作。所以呢，这张牌提醒大家要张开你的天线，去留意一下你周遭向你递出的感染枝，或是朋友，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情感的一个连结，可能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邀约哦。所以当大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点燃，说出你的愿望，点燃你自己的火光，说出你的愿望之后你的这个火光，你的热力会吸引到更多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身边，你们会共同的见证。最初可能是你一个人的愿望，但是在众人的祝福跟衬托下，
它会幻化成非常漂亮的一个壮丽的一种星火，它是一个众志成城的承诺。你们的愿望啊，会在这样子温暖的连接中稳稳的落地。好，下一张牌是 Black Paper。好，这张牌啊是一个进化的牌哦。这张牌啊，黑胡椒哦，它是一种保护的能量。也就是说呢，大家在愿望达成的过程中，其实你们是受到宇宙所保护的。黑胡椒啊，在药草学里面，它有一种驱散负能量跟点燃内在之火的功能。那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啊，告诉大家说，随着你的愿望越来越具象，要达成这个过程啊，有时候外界的声音会变得很多，甚至有一些不属于你的能量，想要试图攀附上来，借着你的好像就是攀腾而上，借着你已经成功的姿态，也想要分一杯羹。那这张牌在验证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要守住你前面辛苦建立的中心跟合作的成果，你需要去具备一个分辨假象的能力，也就是说你需要对自己诚实，然后也要要求身边人对你诚实。这张牌的能量它其实是非常辛辣的，它也代表了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哦。有些合作看起来虽然很美好，但是如果你内心感觉到违和的话，其实就不要去接受，不要去妥协，或是有些灵感，它虽然很华丽，但是它却会让你跟你的初衷越来越远。所以呢，黑胡椒它的能量要帮助大家去切断这些干扰。它提醒大家说，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你内在的某一种辣度。那个辣呢，就是我敢于去揭露真相，我敢于去说出真相，我敢于去拒绝那些不诚实的交易。当你保持真实的时候，那些投机取巧或是负面的能量啊，这些小人啊，就没有办法在你身边停留。好，同时啊，这个黑胡椒啊，它是一个很清醒的能量，它也象征着一种消化的力量哦。因为呢，在愿望实现的过程啊，大家可能会接收到大量的资讯、情绪或是责任。这张牌就是在帮大家代谢掉这些压力哦。它很像是一股暖流，烧掉那些让你犹豫不决的杂质，让大家的意志力变得像黑胡椒粒一样坚硬而且纯粹。好，那大家你们需要让自己这种诚实的频率渗透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包含你的言语、你的行动跟你的日常起居。愿望的实相，它会需要一个很清爽、很干净的环境才能够持久。所以这张牌啊，它很像是大家的能量保镖，它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不要去害怕冲突，也不要害怕说出真相，因为唯有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愿望，它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如果你握有一份像这个黑胡椒一样的这种辛辣的觉知，其实你可以在这些繁杂的人际环境跟这种纷乱的世界当中，去精准的辨识出那一条真正是只属于你的，而且可以帮助你通往巅峰的道路。所以这张牌啊，它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能量，但是又带有温度的清醒，它会守护着大家的愿望，避免你们受一些这种虚伪的小人还有杂讯杂质的干扰跟侵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Lavender， 哇，来到了薰衣草，很美丽的这张牌哦。这张牌啊，很像是清晨的微风哦，很优雅的这个紫色的薰衣草。这张牌告诉大家哦，平静跟支持的能量来了。现在请大家去放松一下你的肩膀，你的姿势是比如说很紧绷的嘛，你的肩膀是高耸的嘛，请你放下你的肩膀。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望并不需要你拼命的去抓取，它只需要你用一种很优雅的姿态去邀请它进入到你的生活。薰衣草呢，它在植物界啊，它很像是一种灵魂的按摩师。这张牌告诉大家说，
焦虑其实是显化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当我们太在意愿望什么时候实现、如何实现的时候，其实它很像是我们在对宇宙去释放一种其实我不相信愿望真的会发生的这种匮乏的讯号。那薰衣草牌的出现其实是宇宙递给大家，很像是一杯温热的安神茶。他在提醒你说你们已经做的够多，或者说经历够多了，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平静跟休息。你不需要再想太多，或是说担心太多的细节，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其实之前反复检查的动作你之前已经做过了，现在呢请你放手去让宇宙接手剩下来的部分，因为你背后有一种看不见的温暖的力量，它在后方托举着你。我看见这张牌当大家去接收进入薰衣草所代表的这种放松的频率的时候，大家的气场会变得柔软而且宽阔，同时呢也会帮助你找回生活的质感。好，那大家可以透过沐浴或是涂抹一些你喜欢的乳液，或是去喝一些这种花草茶等等的，帮助你去回到感官的一个放松跟享受，或是去按摩身体。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去洗个热水澡，或是在睡前闻一闻花香这种仪式对你其实是很有用的。它在告诉你的潜意识说其实你很安全，这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所以你愿望的实现这个过程它绝对是一场喜悦的放松的盛宴，而不是一场精疲力竭的马拉松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绝对是大家心灵的缓冲垫。大家你们在抵达终点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优雅，依然保持着某一种慈悲的心境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用力的去抓取什么，你们就像薰衣草一样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在风中随风摇曳，但是你的根基依然非常的稳固，而你所期盼的那个成果就非常自然而然的出现在大家早晨醒来的这个床头。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Kangaroo 袋鼠这张牌好，这张牌有一种在跳动在前进的生命跃动，它是非常充满节奏感，很像在为你加油鼓励一样大家看一下这只袋鼠它正在大地上奋力的跳动。它呢其实是告诉大家你们已经走了这么的远，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的带着勇气纵身一跃。所有的奇迹都发生在你的这个跳跃当中，大家不要害怕，你们要按下那个最后的按钮，或者是说做出一个最后的行动，请你们去克服你内心的恐惧。有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正在面临一种好像小小的测试期，或是某一个瓶颈的时期但是这个测试跟瓶颈并不是要为了阻挡你，只是为了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的目标跟结果，以及还想要确认你是否有足够的强韧度去承载接下来那个要到来的巨大的愿望。那大家袋鼠的能量连接给你，你们绝对是可以的。这张牌呢想要告诉大家，在这一次大跃进之后你会这个一跳它其实会带领你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生命的周期过去你累积的所有的经验跟资历，以及像是第一张牌这张牌所打下的地基都会在袋鼠的能量转化成爆发力的一跳。好，这个跳跃，这个大胆的行动，请大家实际的去在生活当中去怎么说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去投递履历给你心仪的公司，或是去打某一个你迟迟不敢打的电话，或是有一个你还在犹豫的状况，有一个你还在观望的决定，袋鼠告诉你说现在就跳过去。好，这个勇往直前的气势当大家一旦展现之后原本
看似高不可攀的障碍，会在大家跳起的那个瞬间都变得微不足道。所以这绝对是一份来自大地的祝福，它赋予大家一种最原始、最直觉的冲动，还有大家在薰衣草这个平静的支持之下，然后你们用一个最自然，然后最有勇气的方式去跳跃，你们最终会跳跃到那一片属于大家的丰盛的果实当中哦。好，来看一下最后的牌哦 ，Wolf 野狼这张牌哦。哇，这一张牌啊，它有一种很强的穿透力，作为大家结尾的一个能量哦。这个是大家的神圣守护者，好，灵性的动物狼哦。狼啊，它其实是大家的心灵良药。这张牌在讲什么？它不是在谈所谓世俗的一个标准跟成功，而是大家愿望实现之后，你会如何跟你自己的灵魂重新的接轨哦。狼呢，它是荒野的导师，它代表着直觉、智慧，还有大家对自己真实需求的一个绝对忠诚。好，在愿望显化的时刻，为什么狼要出现呢？他为什么要带心灵良药给第三组的朋友呢？他们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愿望实现之后，你们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你一切所想要的繁华，但是不要在这个繁华中失去了你的野性跟真诚哦。因为随着愿望的达成，你可能会获得名声、财富，或者是新的关系，或是关系的进展更进一步等等。但是这些所有的外在的装饰都不应该取代大家自己内在真实的声音哦。狼的出现呢，其实是在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内在的清理。这张牌卡，请大家保持像狼一样的敏锐，去辨别、去嗅出哪一些是对你真正有益的，哪一些只是无谓的一个干扰哦。他也鼓励你去放下那些为了去满足这个社会的期待、其他人的期待而去承载的一些伪装，请回到最纯粹、最原始的自己。好，那这张牌啊，也告诉大家，其实你们在愿望实现之后，你会为这个社会带来实质的影响力，而且你也有能量可以去驾驭这股影响力。狼群呢，它本身有严密的这个社会的结构，但是每一只狼它也有独立生存的强大的本领。也就是说，在前面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跟群体中，其实大家也是持续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跟判断力。那最后这个心灵良药的能量啊，其实它可以治愈这一组的朋友，可能长期以来为了达成别人的目标，或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压抑自己的某一个创伤哦。现在呢，请大家以一个最自信的姿态，站在你亲手打造创造的堡垒跟领地上。好，在最后啊，宇宙也想要去鼓励大家哦，在愿望实现之后，谁才是能够真心陪你共享成果，而且他是懂得你灵魂深处的好伴侣、好伙伴呢？还有哪一些人是看你成功之后才想要攀附上来，才想要分一杯羹，或是来去谄媚呢？请大家一定要真的去看见，也是保持一种清晰度，去看见去觉察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虚伪的关系哦。可以像狼的这个能量去请益，去学习对直觉的信任。如果你的直觉告诉你说某一个方向不对，或是某一个人怪怪的，即使他目前看起来很好，或是这个计划看起来很诱人，也请大家果断的转身。所以最后啊，这张牌它很像是整组牌中的一个压舱石哦，它确保你们在抵达这个梦想的彼岸，在实现愿望的这个时候啊，你们不是一个内心空洞，然后拥有外在一切这种财富地位的人哦，而是你是一个内心丰盈，而且你是一个灵魂自由的觉醒者。
当大家接收这个带有荒野气息的心灵良药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实现了你的这个愿望，它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的奇迹还在后面呢。真正的奇迹在于你终于找回了那个无所畏惧、充满自信、跟宇宙和谐共振的你自己。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一起学习了。如果你也想要透过牌卡更了解自己，或者是透过牌卡帮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决策的话，都欢迎加入这门课。这门课很特别的是，就是除了有实战养量的部分，还加入了显化法则的章节，帮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运用牌卡来去达成跟显化自己的梦想跟目标哦。好，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拜拜。